今天我们讲述的案件是一个家喻户晓且影响极其恶劣的一个女性作案案件。到目前为止，这个犯罪分子都还没获得最终的审判。劳荣枝这个名字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可谓是家喻户晓。1996年下发通缉令，2019年落网。一个长相温柔的女教师，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背后却藏着一颗恶魔的心，先后让7人断送了生命，绑架杀人无恶不作，却在外逍遥了长达近20年的时间。而他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入犯罪的深渊的？劳荣枝出生于1974年12月14号，江西九江人。1992年毕业于九江师范学校幼师专业，曾经是九江石油分公司子弟学校的小学教师。1994年，劳荣枝在一场婚礼上认识了法子英，两人很快成了男女朋友。当时法子英已经结婚。1996年，法子英与人打群架，用鱼叉捅伤了人，要逃到外地去。劳荣枝听说了这件事，马上去学校办理了停薪留职。不久后，跟随法子英一起到外地避祸。从那时起，劳荣枝与情人法子英就走上了犯罪的不归之路。二人将目标锁定在一些出来偷腥、不守难得的有钱男人身上，由劳荣枝作为诱饵，引诱目标人物上钩，再由法子英充当打手，绑架恐吓这些有钱人，通过这种仙人跳的方法敲诈勒索钱财。1996年的6月，劳荣枝改名换姓，用陈家这个名字在南昌的某夜总会做三陪小姐。1996年7月28号，一个叫熊启义的35岁的男人成为了劳荣枝第一个下手对象。熊启义在一家空调销售公司当总经理，而且还经营了一家大酒店，在当时来说是个有钱人。某一天上午，劳荣枝给熊启义打电话，说自己房间的空调坏了，将他约到了出租屋里。等到人一进门，法子英就持刀上前挟持，再用绳索皮带捆住了熊启义。然而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这次行动没有按照他们预想的情节往下发展。熊启义身上没有带太多的现金和贵重物品，劳荣枝和法子英将全部值钱的东西都搜了出来。他们觉得这些跟自己想象中的有钱人不一样，这么点钱哪里够两个人大手大脚的花销？于是法子英开始逼问熊启义的家庭住址。当熊启义说出家庭住址后，法子英居然没有犹豫地用绳索活活勒死了熊启义。杀掉熊启义后，法子英为了掩盖罪行，残忍地将其肢解。随后他又将破碎的尸体装进4个袋子，并用自来水把现场冲洗干净。从此刻开始，法子英与劳荣枝身上就背负了一条人命。当晚，法子英与劳荣枝来到了熊启义家中，用搜出来的钥匙打开了房门。熊启义的老婆和孩子都在家中，这对孤儿寡母很快就被法子英控制住。出于谨慎，法子英和劳荣枝先剪断了熊启义和对门邻居的电话线，然后由劳荣枝负责翻找财物。面对2个穷凶极恶的入室劫匪，熊启义老婆惊慌失措，她误以为这2个人拿了钱就会走，于是先交出了2000多块钱，又交代出枕头里藏着5000块钱。但是这些根本不能满足这对雌雄大盗的胃口。在翻出了熊家的全部金银首饰存折后，法子英拿着尖刀一再逼问。惊慌失措的熊启义老婆哭着摇头，被堵住的嘴只能发出呜鸣声，祈求他们放过自己和孩子。为防止事情败露，法子英向这对母女再一次伸出魔爪。几分钟后，熊启义的老婆和3岁的孩子被活活勒死。事后，由于担心留下指纹，劳荣枝提议放火烧掉房子，但法子英却不同意。放火烧房很容易引起别人注意，警察也会很快就来，暴露的会更快。2个人商议之后，决定先在熊家住一晚。他们残忍地肢解尸体，而且对3岁的孩子下手。作案后居然还能在现场安安稳稳地睡一夜。第二天，2人逃离了现场。就在他们逃离现场的当晚，熊启义一家的尸体被人发现了。1996年7月29号，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对发生的抢劫、故意杀人案立案侦查。1996年8月18号，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针对犯罪嫌疑人劳荣枝发布通缉令。1997年的7月，劳荣枝与法子英逃窜到了浙江省温州市。劳荣枝跟之前在南昌市一样，伪装成猎物的样子在 KTV 做三陪小姐，
实际在物色新的作案对象。1997年10月10号，距离来到温州这个城市已经将近3个月。劳荣枝和法子英在熊起义一家抢劫的钱早就挥霍一空了，但是 KTV 里也实在没有发现可以下手的客人，这么下去不是办法。不久，劳荣枝将目标转移到另一位坐台女身上，她叫梁小春，跟劳荣枝一样，在 KTV 做3陪小姐，平时独来独往，在这边没有家人，独居，而且挣得多，死了也没人发现，这简直就是最好的猎物。梁小春在当地有一处房子，劳荣枝和法子英就以租房为由来到了他的住处。梁小春做梦也没想到租个房子会把命都搭进去。关起房门后，法子英立刻掏出尖刀胁迫他，并用绳子电线捆住他，逼他交出钱来。劳荣枝与法子英两人在梁小春家搜出存折现金之后，法子英嫌少，就逼他再叫个有钱人来。为了保命，梁小春只好打电话给她的闺蜜刘素清。等刘素清到场，法子英同样用电线捆住了她，逼迫她交出手上的现金和存折。拿到存折后，法子英留在原地控制2名女子，而劳荣枝则去银行取钱。在银行取钱的过程中，劳荣枝遇到了让他想象不到的事儿。原来给劳荣枝办业务的银行职员认识刘素清，这个职员有点疑惑，他问劳荣枝，这么多钱怎么刘素清他本人不来取啊？面对询问，劳荣枝居然一点也不慌张，他十分镇定地回答，我是找他借钱的，他没空过来，就把存折直接给我，让我自己来取。职员听完也就没再问什么。劳荣枝取走了存折上全部的钱，一共25750元。拿到了钱，劳荣枝就按照约定拨通了法子英的电话。知道劳荣枝已经得手，法子英当即用电线和皮带将梁小春、刘素清活活勒死。临走前，他还从2人身上扒下来一只欧米茄手表、一只雷达手表、一部手机和一部传呼机。在劳荣枝与法子英逃离后的第3天，梁小春和刘素清的尸体才被发现。经法医鉴定，2人都是被人活活勒死的。在这次清查现场的时候，警方发现了法子英的指纹。1998年的夏天，劳荣枝和法子英又来到了江苏常州，找到一家娱乐场所。劳荣枝轻车熟路地成为了一名3陪。一天晚上，劳荣枝诱骗被害人刘某到他的出租屋，事先躲藏在屋子里的法子英冲了出来，用尖刀抵住刘某，并刺破了他的胸口。劳荣枝则用事先准备好的铁丝将刘某捆绑在扶手椅上，2人对刘某进行人身控制，然后威胁让他拿出自己的贵重财物。这一番操作行云流水，劳荣枝2人俨然已经是熟练工种。刘某哪里见过这种阵仗，马上就服软，让这2个人放自己一条生路。他颤颤巍巍地告诉法子英，自己是开车来的，车里有5000块现金。法子英拿上车钥匙下楼去到刘某的车里，果然找到了5000块钱。得手后，2人又强迫刘某给他老婆打电话索要财物。第2天上午，刘某打电话给自己老婆，要求他把家里所有现金都带到指定地点。劳荣枝2人则秘密商议，由劳荣枝到指定地点将刘某妻子带回出租房，如果他没有按时回来，法子英就直接把刘某杀掉。后来劳荣枝将刘某妻子带了回来，这一次他们得手了7万元。拿到现金后，劳荣枝和法子英立即把刘某的妻子也捆绑起来。后来2人先后离开现场。在刘某妻子的苦苦哀求下，法子英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没有痛下杀手。这次案件的被害人幸存了下来，这也是劳荣枝和法子英所做多起案件中唯一留下活口的一起案件。时间来到1999年的6月底，江西九江人法子英与女友劳荣枝逃窜到合肥市。劳荣枝再次化名沈灵秋，2人租住在合肥市虹桥小学。安定后，这2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又开始预谋绑架杀人。作案手法跟之前一样，劳荣枝利用化名进入歌舞厅物色对象。1999年的7月21号，劳荣枝去坐台，碰到了前几天坐台时认识的殷先生。这个殷先生叫做殷建华，35岁，是安吉达电器公司的一名经理。从学校毕业后，自己做生意办企业小有成就。他进歌舞厅消费时常常出手大方，软中华香烟四处散。这个细节吸引了劳荣枝的注意，他认定殷建华有钱。在美女的几番吹捧下，
殷建华与化名叫沈灵秋的劳荣枝接触越来越频繁，并产生了感情。深夜坐台下班后，殷建华与几个朋友开车，偶尔会约劳荣枝吃宵夜。1999年7月22号，法子英闲逛到白水坝电焊门市部，他跟老板说自己养了一条大狗，要定制一个狗笼子，最后花了150块钱定制了一个特别的钢筋铁笼。劳荣枝还是跟之前一样，他用花言巧语把殷建华骗到了自己的出租屋。躲在门后的法子英趁殷建华进门，从后面持刀胁迫住殷建华。劳荣枝则用绳子将殷建华的手和脚都捆上，之后两人把殷建华关进了钢筋笼里，并且用布条、铁丝把殷建华的手和脚绑在钢筋笼上。这一次为逼迫殷建华快点把钱财拿出来，他们两个人居然想到了杀鸡儆猴的方法。法子英觉得要当着殷建华的面杀一个人，让他知道他们可不是说着玩的，自然会把钱乖乖送上来。既然要杀鸡儆猴，那就得先去抓一只鸡才行。法子英让劳荣枝在出租屋盯着殷建华，他自己出去物色一个新的对象去了。很快，法子英在合肥市六安路发现了一个目标对象，他声称自己有一些木工活要做，然后将单纯的木匠陆中明骗到了出租屋。毫无防备的小木匠被法子英用尖刀当场捅破腹部和背部，最后还将陆中明的头颅砍掉了。见到这个场景的殷建华被吓得魂飞魄散，哆哆嗦嗦缩成一团。他立刻答应给法子英二人20万元。法子英没吱声，殷建华抬到30万。过了好久，法子英问钱怎么拿来。殷建华说要打电话给他老婆，让他老婆把钱准备好拿来。当天晚上9点，法子英逼殷建华写了2张纸条，然后叫殷建华打电话给他老婆，让他20分钟内赶到长江饭店门口。法子英则带着这2张纸条出了门。临出门前，法子英交代劳荣枝，如果他晚上11点钟还没回来，就直接把殷建华杀掉。法子英打出租车赶到长江饭店附近，等了将近30-40分钟，也没等到殷建华的老婆。为了防止意外，法子英火速赶回出租屋质问殷建华。殷建华不相信自己老婆没到，要求用自己的手机再打一次电话回家。通话后，殷建华问自己老婆为什么没去，对方说自己去了，但是没看到人。也许是法子英太紧张了，他当时没注意那么多，匆匆忙忙就赶回了出租屋。后来他逼迫殷建华让他老婆第二天一早带着钱再见面。1999年7月23号早晨8点半，法子英又叫殷建华写了一张叫老婆拿钱的字条，一张写着家庭地址的字条。在殷建华家的楼下公话亭，法子英打电话叫殷建华老婆出来接他进他家。见面后，法子英亮出殷建华的钥匙说：“这是你家的吧？”殷建华老婆小刘急切地问：“到底怎么回事？”法子英将纸条给了小刘，小刘说：“不用看了，他在电话里已经说了，我没有那么多钱，我找人借了10万块，只有这么多了。”法子英说：“10万块也可以，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回去几个人商量一下，你先拿1万块来。”说着亮出自制的手枪。小刘说：“1万块我去拿，如果半个小时赶不回来，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半个小时很快过去，焦躁的法子英终于等到电话铃响，小刘跟他说自己已经在路上。谁知几分钟后，一批刑警围住了殷家。原来邻居报了案，参与抓捕的警察劝说法子英放下武器，但是没有起到效果。考虑到法子英手上有武器和人质，合肥警方紧急制定了抓捕方案。警察们荷枪实弹，将一栋楼围了个里3层外3层，现场弥漫着一触即发的气氛。楼上的喊话声已经声嘶力竭，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警方决定用催泪弹将法子英逼出。12点10分，法子英在忍受不住催泪弹的浓烟，而且跳楼无望的情况下被逼出房间，并向民警开枪。民警当即还击，不久烟雾滚滚，响起爆竹一般的枪声，远处站满了围观的群众。法子英腿部中弹后被警方抓获，等到警方赶到受害人被囚现场时，劳荣枝早就已经逃之夭夭，殷建华也已经死亡。经法医鉴定，殷建华是被他人勒颈窒息死亡的。小木匠陆中明是左侧颈总动脉、右侧头臂干和肺脏刺破急性大失血死亡的，而且头颅躯干分离。1999年11月18日，案件在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合肥中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法子英1996年7月至1999年7月
伙同劳荣枝流窜作案。法、劳二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采用诱骗手段绑架并杀害7人。被告人法子英、劳荣枝的行为分别构成绑架罪、故意杀人罪、抢劫罪，且犯罪手段残忍，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数罪并罚。被告人法子英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999年12月28日，法子英被处决。从1999年到2019年，劳荣枝用化名潜逃了整整20年。据周边人反映，他性格温柔，话不多，不和人争吵，平时穿着讲究，业余生活丰富。他喜欢弹钢琴，去画廊学画画，还学过小提琴，有过几个红颜知己。劳荣枝在厦门的真爱酒吧工作，由于身材好，为人温柔主动，赢得了不少客户喜欢，在酒吧内被称为女神雪梨。2016年12月24号，这天是圣诞节平安夜，劳荣枝的照片被印在真爱酒吧圣诞宣传海报上。从照片上完全看不出来他已经42岁了。身为在逃人员，可能他觉得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了，早就放松了警惕，对于海报上自己的照片也没察觉到这有什么不妥。2019年11月27号，厦门警方在云剑行动中，经过缜密分析研判，发现外地命案逃犯劳荣枝在我市出现，警方迅速行动，立即展开布控抓捕。2019年11月28号上午9点，在厦门吕岭路上的菜堂广场1楼的手表柜台将劳荣枝抓获，整个过程也没吵没闹。身负7条人命潜逃20年的女逃犯劳荣枝终于落网。关于劳荣枝犯罪的审讯也持续了很长时间，从2019年到2022年，劳荣枝在审判过程中多次否认故意杀人，法院持续审判为死刑，劳荣枝不服，持续上诉。2023年3月22号下午，最高法院劳荣枝案死刑复核庭当面听取了劳荣枝复核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律师同时递交了20万字辩护意见材料。目前劳荣枝案还没获得最终的审判，这个案件可能还会有反转。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劳荣枝与法子英作案手法极其残忍恶劣，可以说是毫无人性。希望能够早日将劳荣枝用法律的手段绳之以法，给公众人民一个交代，维护法律的权威。2013年7月24号这一天，黑龙江省华南县的天空乌云密布，下午3点，天色阴沉，空中不时有雨点落下。谭贝贝，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举着伞挺着大肚子站在离林业大院不远的街道上四处张望，细细的雨拍打在伞上，发出细微的滴答声。谭贝贝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不久后，他透过氤氲的水汽看到不远的前面有一个女孩打着一把蓝色雨伞走来。与此同时，谭贝贝接到了一个电话，听完手机里男人说的几句话后，他将手机收了起来，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假装自己摔倒了。等蓝色雨伞女孩靠近后，谭贝贝向她发出求救声：小姑娘，你能不能帮帮我？我肚子有些疼，可不可以送我回家？女孩正是17岁的胡某轩。听到求救声后，她将伞抬高一些，才看到跌坐在地上的女人。胡某轩一看女人挺着的大肚子，知道她怀孕了，没有多想，上前将女人扶了起来。谭贝贝起身后，又向胡某轩请求能不能送她回家。他告诉胡某轩自己家就在不远的地方，穿过那条小巷就到了。胡某轩是送东西给同事的，并不着急赶路。他看了看谭贝贝所指的方向后，点点头同意了，然后一边搀扶着谭贝贝，一边帮她撑伞遮雨，同时嘴里还嘱咐她小心脚下。在胡某轩的搀扶下，谭贝贝领着他慢慢走进了林业大院，然后走到了大院其中一栋楼的门口。这栋楼比较老旧，楼道内的光线十分昏暗，再加上下雨天搞得楼梯十分的湿滑，看起来有些危险。谭贝贝正想用害怕上楼不小心再次摔倒为借口，让胡某轩将自己送到楼上，没想到胡某轩却先开口，主动要求送谭贝贝上楼。听到搀扶自己的女孩这么说，谭贝贝表情复杂的看了他一眼，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来。送谭贝贝上楼前，胡某轩将自己的蓝色雨伞收了起来，甩掉雨水后将伞放在了楼道门口。楼道里又黑又滑，两个女人小心翼翼地踩着楼梯一节一节地往上走着。不久后，谭贝贝带着胡某轩回到了家门口，得知这里就是孕妇的家后，
胡某轩松开了搀扶他的手，向他告辞。胡某轩对谭贝贝说自己还要给别人送东西呢，说完转身就要走。这个时候门打开了，里面出来一个满脸笑容的男人，他就是谭贝贝的丈夫白云江。白云江出来后拉住胡某轩说太感谢他送自己老婆回来，同时还邀请胡某轩进屋内喝杯茶再走。一边说着，白云江一边拉着胡某轩进屋，将胡某轩拉回家后，白云江按着他在客厅的沙发上坐好，然后转身去给胡某轩倒水。另一边的谭贝贝跟着两人进屋后将门关了起来。盛情难却之下，胡某轩只好坐下来。涉世不深的他完全不会想到一个孕妇会骗他。给胡某轩倒好水后，夫妻俩在一旁坐下和他拉家常。聊了一会儿后，谭贝贝似乎意犹未尽，又拉着胡某轩进卧室里聊天。胡某轩没有怀疑，他正好又是一名实习护士，对谭贝贝的肚子里的孩子有些好奇，于是两个女人在卧室里说起了悄悄话。又聊了一小会儿后，白云江送来了2瓶酸奶给他们二人喝。看着他们喝完酸奶后，白云江并没有离开，主动加入了聊天。这个时候谭贝贝又找了一个借口，他要了胡某轩的企鹅号后，说要去开电脑加胡某轩为好友。说完后，谭贝贝离开卧室，留白云江和胡某轩独处一室。现在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气氛有些奇怪，胡某轩也隐约感觉不对劲儿。他想出门去和谭贝贝说一声再见，然后离开，但是当他想起身的时候，却发现身体有些使不上力气。白云江见状，知道加在酸奶里的东西起作用了，于是收敛起脸上的笑容，表情冷漠地靠向胡某轩。在电脑前坐着的谭贝贝心中忐忑不安，她不知道这么做会不会让老公彻底满意，从而放开心中的隔阂，重新爱他。谭贝贝说是要加胡某轩为好友，实际上她枯坐在电脑桌前，眼光呆滞，但是听觉却十分灵敏地倾听着卧室内的动静。也许是几秒钟，也可能是几分钟，卧室里传来胡某轩虚弱的惊叫声。谭贝贝捂上耳朵，不敢再听。不久后，白云江出来了。谭贝贝看到身影，以为丈夫会很满意，没想到当她看到他的脸时，却看到白云江一脸的颓丧。谭贝贝问白云江怎么了，白云江告诉谭贝贝说那个女孩正在生理期，所以她感觉很扫兴。听到丈夫这么说后，谭贝贝居然没有劝她停下来，反而给她鼓气，让她再去试一试。于是白云江回到了卧室，但是他又折腾了2次还是没成功，便退而求其次，开始猥亵胡某轩。随着时间的推移，胡某轩体内的药效渐渐失去作用，他醒了过来。等他睁开眼睛时，看到了之前还是慈眉善目一副老好人模样的男人，此刻正在侵犯自己，马上大声呼救，同时奋力抵抗。白云江见事情败露，于是起了杀心，顺手拿起一旁的枕头捂住了胡某轩的口鼻，想将其闷死。胡某轩被枕头捂住后无法呼吸，求生的本能让他的力气增加了很多。白云江一人有些控制不住他，所以白云江叫谭贝贝来帮忙。第一次谭贝贝当作没听见，躲进了厕所里。白云江第2次呼叫时，谭贝贝知道躲不过去了，只能走进卧室帮助白云江一起将胡某轩压住。这次面对2个人的体重，胡某轩即使力气再大也挣脱不开，他被夫妻俩合力闷死了。杀了胡某轩后，夫妻俩已经累得满头大汗。等休息完毕后，这对恶魔夫妻对望了一眼后，然后将一个黑色的大号行李箱从床底下拖出来，最后将死不瞑目的胡某轩塞了进去。白云江开车载着胡某轩的尸体和他的蓝色雨伞来到了一个叫康家屯的地方，这里离案发地点不到20公里的距离。他们将小车停在路边后观望了一会儿，确定没有人发现后，两人拖着行李箱爬上附近的一座小山。在山坡上，白云江挖了一个大坑，然后将黑色行李箱和蓝色雨伞掩埋了起来。案发的第2天，谭贝贝将长头发剪短，然后心怀鬼胎的两人开车回了一趟白云江的老家，看望了父母。等到天黑的时候，他们2人才回到林业大院，表现得平静无比，似乎双手上沾满的鲜血已经被洗刷干净。往后的3天里，这对夫妻就当什么也没发生，依旧按照以前的生活轨迹过日子。到了7月28日，白云江和谭贝贝又开车回了老家。当他们下了车，刚走没几步远，埋伏在附近的公安干警立刻冲了出来，将2人抓捕。被押解回警局后，2人被分开审讯。谭贝贝面对警方没有做什么挣扎，老老实实的将一切都交代了。当问到她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时，谭贝贝回答，就是想让丈夫尝一下少女的滋味。谭贝贝为什么这么害怕白云江，又为什么会在怀孕期间帮助白云江诱拐少女回家奸杀？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说到原因，就不得不提到白云江和谭贝贝的过往了。他们两人在山东烟台相遇，那是2011年，他们两人入职了同一家公司，认识没多久，两人就确定了情侣关系，随后同居住在了一起。同居后，白云江很宠溺谭贝贝，将她捧在手心里一般的爱护着。后来两个人回到了东北工作和生活，没过多久就结婚并怀孕了。怀孕后的小夫妻考虑到东北的发展前景不好，谭贝贝的家人建议两人把孩子的户口上到山东烟台，于是白云江独身一人回到了烟台，去办理将来孩子上户口所需要的一些证件，顺便再将自己前公司遗留的社保问题处理一下。回到烟台后，白云江的老同事约他出来吃顿饭叙叙旧，就是这顿饭造成了一切的开端。在饭桌上，很久没有见面的两位老友很快就喝高了。那位同事问起了白云江的近况，顺便也问到了谭贝贝。白云江喝了酒，也不知道是脑子不清醒了，还是想开个玩笑逗逗老同事，于是扯了个谎，说自己早就和谭贝贝分手了。听到白云江和谭贝贝分手的事情后，老同事一拍桌子说分得好。接着老同事说，要不是你们已经分手了，这个事情我今天还不敢说给你听呢。白云江听见老同事要说谭贝贝的什么秘密，立刻酒醒了大半，直勾勾地盯着老同事看，等着他继续说。老同事还没酒醒，没注意到白云江的脸色已经有点不对劲儿了，自顾自地又继续说下去。原来谭贝贝和白云江同居后没几个月，就又和其他同事好上了，给白云江戴过几次绿油油的帽子。这白云江越听酒越醒，整个人气到发抖。他没想到自己深爱的女人居然背叛过自己，更没想到那些表面上和睦的同事竟然背地里占他的便宜，挖他的墙角。一想到自己被蒙在鼓里，被同事们在背后指指点点笑了好久，白云江又气得心脏一阵绞痛。白云江得知真相后愤恨无比，他怒气冲冲地回到了家，一改往日的笑容和对妻子谭贝贝的疼爱，小则怒斥，大则打骂。有时候打着骂着谭贝贝还没怎么样，白云江自己却气到休克昏迷。面对被自己背叛后深陷痛苦的丈夫，谭贝贝很内疚很自责，她总想做些什么来弥补丈夫。有了这样的想法后，谭贝贝经常有意无意地对白云江说，要是你实在气不顺，那我找个小姑娘给你玩玩吧。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谭贝贝自认为他是说的一句玩笑话，可白云江却认真起来。白云江对谭贝贝说，和你在一起时已经知道你不是什么干净女人了，但是我不在意，可是你怎么对我的？如果你今天不找一个满意的让我尝尝滋味，我心里这口气永远不会顺下去。谭贝贝自认对不起白云江，在白云江的一再要求下，他也认真起来，随后做出行动。第一次，谭贝贝利用孕妇身体，用类似的不舒服话术，让路过的小姑娘送其回家的伎俩骗到过一个小女孩。后来当他知道对方是一名13岁的初中生后，良心发现，放走了她。第二次，谭贝贝已经成功地将一位女孩骗回了家中，还好这位女孩警惕心比较高，她执意要离开，最后终于没让白云江得逞。而第三次就是这个17岁的实习护士胡某轩，她的善良却招来了最大的恶。2013年7月24号，白云江无意中看到了一部电视剧中的男女偷情片段，他因此立刻想到了妻子谭贝贝的背叛。越想越气后，白云江拉着谭贝贝来到门外，指着不远处街道上的人，让谭贝贝实现承诺，现在就去给他找一个小姑娘回来。谭贝贝见白云江认了真，只好服从他的命令出了门。站在阳台的白云江看到打着雨伞的胡某轩，他给谭贝贝打了一个电话，说就要那个打蓝色雨伞的女孩。胡某轩说是给同事送东西，结果当天晚上一夜未归，他的妈妈孙某波等了一晚，女儿也没回来。第二天，孙妈妈给女儿的同学、同事、朋友、老师都打了电话，但大家说不知道胡某轩在哪里。联系了一圈没找到人后，胡某轩的家人急了，去公安局报了警。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刻开始侦查，他们根据胡某轩出事前发送的最后一段和朋友的聊天信息后，得知了他失踪可能性最大的地段。胡某轩曾经在聊天软件上告诉朋友说他送一个孕妇回家，所以警方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孕妇上，锁定了几个可疑地段后，开始排查各个路口的监控记录，终于在某个路口发现了胡某轩的身影。因为即使看不到胡某轩的正脸，也可以基本确定被孕妇挡着的就是胡某轩。警方顺着两人在监控里消失的方向摸排到了林业大院，在稍微了解一下大院里的孕妇信息后，很快锁定了谭贝贝。立案后的第二天，
警方便将白云江和谭贝贝逮捕归案。在审讯室里，谭贝贝看了一眼监控里被自己骗走的胡某轩侧影后就什么都招了，而另外一边的白云江则咬牙坚守了8个小时左右，等他知道谭贝贝交代后才松了口。白云江虽然交代了，但是他把大部分的责任都推到了谭贝贝头上。他说将胡某轩骗回来的是谭贝贝，是谭贝贝要用胡某轩弥补他的背叛，是谭贝贝在事后主动要求杀了胡某轩灭口，后来还指挥自己到康家屯去抛尸。所以白云江认为自己最多就是一个猥亵妇女罪加包庇罪，当时他试了几次没成功，所以不认为自己是强奸罪。白云江将谭贝贝描述成主谋，谭贝贝知道后并没有生气，他还在为自己的背叛而自责。或许谭贝贝不止一次想过，如果当初没有背叛白云江，就不会造成今天这个局面。虽然白云江极力狡辩开脱罪责，但是他的口供根本不被采纳。2014年6月16号，一审法院认定白云江为此案主谋，因此判他死刑。白云江不服提出上诉，而谭贝贝因为是从犯，再加上怀孕的原因，被判了一个无期徒刑。孕妇不会判死刑，这是国内自古以来的法律。在2015年1月30号，白云江被执行死刑。两人被审判后，白云江被关入死牢，而谭贝贝被关押在医院单间等待生产。讽刺的是，关押谭贝贝的医院正是胡某轩实习的那家医院。医院的医护人员得知杀害胡某轩的凶手正在本院待产，放言要让其剖腹产，并且不打麻醉药。胡某轩遇害后仅13天，谭贝贝在医院生下一名男婴。生产后，谭贝贝被送入监狱服刑，而他的儿子由谁领养成了一个难题。有关部门征询了一圈后，发现没人愿意。白云江的父母说自己年纪大，收入低，实在养不起也照顾不了，而谭贝贝的父母也用类似的原因拒绝领养孩子，因此这个孩子最后只能送进福利院。孩子被送进福利院前，工作人员问谭贝贝对于这个孩子有什么想说的。谭贝贝说不要让孩子知道亲生父母是谁，让他长大后学会善良，同时更要学会帮助别人的前提是保护好自己。这句话在他嘴里说出来很讽刺。2020年9月1号，一起特殊的刑事案件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因为涉嫌窃取国家秘密，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程磊被控制，一时轰动中国。2021年2月8号，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有关澳籍记者程磊在华被捕情况。汪文斌表示，经了解，中国司法机关经依法审查，认为澳大利亚籍人士程磊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已被正式逮捕。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看似离我们普通人很遥远的间谍，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随时出现。他们看起来是一副中国人的面孔，但是却不为国家效力，反而窃取国家机密，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将国家机密泄露给别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了间谍？这些我们不得而知。1975年，程磊出生于湖南岳阳一个农村家庭。在他10岁那年，也就是1985年，我们国家开始鼓励自费出国留学。程磊的父母也受到这股移民热的影响，希望能够借此改变家庭环境，于是选择定居在早期向中国自费留学生开放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程磊一家刚到澳大利亚的时候，看什么都新鲜，只是到后来生活却越来越困苦，毕竟中澳两国还是有着比较大的文化差异，再加上他们一家都不懂英语，工作和生活上都很困难，还不如在国内的生活好。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们再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是他们自己主动放弃了中国人的身份，现在回国不得被街坊邻居们嘲笑吗？他们只能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把一切积蓄都放在女儿的学业上，心想只要程磊发展起来了，他们的好日子也就来临了。程磊自小就是这样默默承受着来自家庭的压力，一门心思都放在学习上，几乎不跟其他人交流，也就养成了孤僻的性格。或许就是从这时起，程磊的心里多了许多功利心，渐渐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中国人的身份。最终程磊成功考入名校昆士兰大学。2000年，程磊进入一家澳大利亚物流公司工作，因为有着华人的背景，被公司派往中国工作，担任中澳合资公司的财务职员。同年，程磊成功应聘央视9套财经主持人的职位，主持着财经回顾、中国财经等栏目。程磊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出色的口才，加上有着央视背景的加持，很快就在财经主播界打响名声。
或许从那时起，程磊就已经被澳大利亚注意到了。为了更好的发展，程磊在第2年加入全美3大商业广播公司之一，在新加坡为环球第一财经节目提供国际股市评论。1年后，程磊再度回到中国，主持中国财经简讯。不可否认，程磊在工作上很出色，他主持的节目风格轻松，备受观众喜爱。2008年，由他主持的中国奥运会专题报道获得了纽约电视节的世界铜奖。另外，程磊的访谈节目轻松而不失犀利，在高端访谈界评价颇高。他采访过数百位商界名人和政要，其中包括比尔盖茨、马云等。2016年的他被澳大利亚聘任为全球教育品牌大使，这样一位出色的主持人本该是我国的骄傲，却不想荧幕前程磊介绍自己是热情的中国故事讲述者，对中国在消除贫困等方面的成果深表肯定，对中国的经济腾飞赞不绝口。暗地里他却从事着间谍工作，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为澳美窃取重要信息，沦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叛国者。程磊隐藏得很深，平时在央视工作认真，然而在一次采访中他却说漏了嘴。他当时十分笃定地说，美国、澳大利亚已经掌握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动态。这话一出，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不禁产生疑问，而且为什么像是站在美澳的角度来说这话，这很难不让人产生疑惑。于是相关部门下令对程磊展开调查，而网友们也渐渐在外网扒出程磊的账号与言语，展现出程磊的真面目。经过半年的取证和调查，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确定程磊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并在2021年2月8号将其逮捕归案。在这个案件中，也许程磊认为自己是澳洲籍，所以才在蝇头小利面前抛去荣辱之心，被金钱和名望蒙蔽了双眼，忘记了自己骨子里是一个中国人的事实。他以为担任间谍，为澳方提供我国的机密资料，就可以彻底跨越阶层，成为澳方的功臣。没想到东窗事发后，自己会锒铛入狱。即便澳方曾经装模作样的试图营救，也只是还想从他身上榨取某些机密信息，等到他毫无利用价值的时候，不过只是澳方的一颗弃子。程磊的事件也给所有的国人提了一个醒，一个强大的祖国就是我们所有国人最大的靠山。即便已经移民海外，也不要忘记自己曾是炎黄子孙，不要忘记自己的根。维护祖国的信息安全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